請誠實地回答我一個問題：你是否在深夜裡輾轉反側，盯着發光的熒幕，雙眼布滿血絲？你反覆研讀那些複雜的 K 線圖，試圖從亂麻一樣的技術指標裡尋找規律？你是否已經下載了幾十種交易策略，買遍了市面上的所謂大神課程？但結果呢？你的賬戶依然是一片慘紅。你在市場上不斷的虧損，虧損再虧損。你投入了大量的時間，你犧牲了陪伴家人的金錢，你耗盡了所有的心力。但這一些努力正在把你推向痛苦的深淵。你感到迷茫，你感到無助，甚至你開始懷疑自己。今天我要告訴你一個殘酷的真相：你被一個巨大的謊言欺騙了。那個謊言就是，只要技術夠強，你就能賺錢。這完全是錯的。這不僅是錯的，而且是致命的。事實上，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如果我們将世界上所有頂尖的技術分析師關在一起，讓他們在同一個市场環境下交易，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最終能長期獲利的，永遠只有那一小部分人。他們之間的差異不是技術，與誰的均線參數設得更精準無關，與誰能一眼看出背離的形態無關。那個決定生死的差異只與一件事有關，那就是他們內在的思維，是他們面对金錢時的心態。你们很多人正在犯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你們正在用一個無效的工具去解決問題。你們試圖用技術去解決心態的問題，這就像試圖用一把錘子來切牛排一樣，這注定是徒勞無功的。你以為你的敵人是市場，你以為你的敵人是主力，不，你真正的敵人是你自己，是你內心深處最原始的恐懼，是你無法克制的貪婪。今天，這支影片將會徹底擊碎你的認知。我們不會談論任何枯燥的技術指標，我們只會揭露那些頂級交易員早已掌握的秘密。這些秘密被大眾忽視了，因為大眾只喜歡聽賺快錢的故事。但今天我們要談論生存。首先，我們要把時鐘撥回100年前，我們要借鑑一位華爾街傳奇人物的洞見。他被譽為100年美股第一人，投資大師傑西·利弗莫爾。他的人生經歷充滿了傳奇，也充滿了戲劇性的悲劇。他曾在市場上創造了數百萬美元的財富，那是富可敵國的財富。但他也在瞬間失去了一切。他以對市場心理的深刻理解而聞名。他曾說過一句振聾發聵的話，這句話將是我們今天旅程的開端。在華爾街，一個人需要2樣東西：金錢與常識，而常識的價值遠超過金錢。請注意他的用詞，他指的常識不是學歷，不是複雜的數學模型，而是對人性的深刻理解，是對自身情緒的絕對掌控。這才是交易的本質。接着，我們再參考一位現代權威的觀點：行為金融學的先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在他的經典著作《快思慢想》中，他揭示了人類思維的殘酷真相。我們的大腦有2套系統，一套是直覺的、快速的，一套是理性的、緩慢的。他透過權威的研究報告指出，人類在決策時往往被快思系統主導，這充滿了認知偏差。而這些偏差正是你的噩夢，正是你在交易中衝動的根源，是你追高殺低的罪魁禍首。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經歷：你在某次交易中完美地運用了技術分析，形態完美，指標金叉，一切看起來都無懈可擊。你自信滿滿地进場了，卻依然虧損離場。這種挫敗感讓你崩潰。你開始懷疑，是不是還存在一種更強大的技術？是不是主力有我看不到的底牌？於是你開始瘋狂學習，你沒日沒夜地研究新的指標，你尋找新的聖杯。你將90%的精力投入到技術層面，卻只獲得了10%的回報。
這就是大多數交易者的死局，這就是技術陷阱。技術分析本身並不邪惡，它只是一個工具，它是一種基於歷史價格行為的概率工具。然而，問題出在你的心態。當你把它視為確定性預測工具時，災難就開始了。請記住這句話：市場的本質是隨機性，任何技術指標都無法改变這個事實。技術分析是有極限的，它無法為你提供心理緩衝。當指標失靈時，你的情緒會瞬間接管一切，你會慌亂，你會不知所措，導致你放棄原本的計劃。你開始追逐虧損，或者在稍微獲利時就驚慌逃跑。想象一下那個畫面，你看到了一個教科書般的头肩底形態，你果斷进場，你覺得這次穩了。但隨後，市场卻出現了一個突發新聞，價格迅速反轉，像瀑布一樣下跌，你被止損出局。在這種情況下，你的技術分析是對的，但你的交易依然是失敗的。因為技術沒有教你如何應对意外，它沒有教你如何面對不可預測性。這種無效的努力會耗盡你的心智，讓你陷入不斷尋找聖杯的惡性循環。更糟的是，技術指標往往是滯後的。當均線交叉時，當 KD 指標超買時，市場趨勢可能已經運行了一段時間。你依賴這些滯後信號做出判斷，實際上只是在被市場牽着鼻子走。這種對外在信號的過度依賴，導致你喪失了對內在紀律的掌控。成功的交易員相信，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這句話是對技術至上論者的最大警鐘。只要你還在追求確定性，你就永遠無法面對市场的隨機現實。獲利的秘密：井號一，承認並接受不確定性。真正的獲利者和虧損者有什麼區別？區別不在於智商，而在於他們如何面對不知道。虧損者試圖消除不確定性，他们追求100%的勝率；而獲利者擁抱不確定性，他們將其納入交易模型中。市場的每一筆交易結果都是獨立的，也是隨機的。就像拋硬幣一樣，你不能預測下一秒硬幣是正面還是反面，這根本不可能。但你知道另一件事，如果你拋夠多次，最終正反面的比例會接近50%。這就是大數法則。成功的交易就是建立在這種概率之上。你的目標不是贏得每一筆交易，那是賭徒的想法。你的目標是設計一個系統，一個長期來看具有正期望值的系統，然後像機器一樣執行它。這需要你徹底拋棄預測心態。當你嘗試預測市場時，你是在玩火，你是在將你的自尊與交易結果綁定。一旦市場沒有按照你預測的方向走，你會感到被背叛，你會感到憤怒，你會開始情緒化地進行報復性交易。成功的交易者從不預測，他們只制定應對計劃。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他們思考的是，如果價格突破這個關鍵位，我就做多；如果價格跌破這個支撐，我就止損離場。他們的行動是基於條件，而不是基於幻想。接受不確定性還有更深層的含義，這意味着你要接受虧損，你要將每一次的虧損視為系統運行的必要成本，就像一家超市必須為商品損耗買單一樣。這再正常不過了。虧損不是失敗，它是你的交易系統在尋找下一個獲利機會的過程。當你能夠以平靜的心態接受虧損，不讓單筆虧損影響你的後續決策時，你就跨越了交易心理的第一道門檻。這與偉大的心理學家卡爾·榮格的概念不謀而合。他提出了陰影的概念。
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不願面對的陰影，而交易市場正是這個陰影最好的投射地。人們不願意接受市場的隨機性，就像他們不願意接受自己人生的缺憾。這種拒絕導致了情緒的失控。只有當你擁抱市場的陰影，接受它的混亂，你才能獲得內心的平靜，進而提升交易的紀律性。你需要刻意練習，將你的思維從我必須是對的，轉變為我必須正確地執行我的計劃。獲利的秘密井號2：建立自我一致性的交易系統。大多数人在尋找交易系統時犯了大錯，他們尋找的是一個普遍適用的系統，他們在網上抄作業。但事實是，世界上並不存在萬能的聖杯。真正有效的系統是私人的，它是與你的內在完全吻合的系統，我們称之為自我一致性系統。你的交易系統不僅僅是一堆指標，它更是你個性的延伸，它是你生活節奏的體現，它是你風險偏好的鏡子。想象一下，一個適合全職、激進、喜歡日內波動的人的系統，對於一個坚持、保守、喜歡波段操作的人来說，那就是毒藥，那就是災難。當你的系統與你的個性不一致時，你将無法長期堅持，情緒會在關鍵時刻擊垮你。要建立自我一致性系統，你需要先誠實地剖析自己。你必須問自己幾個很難的問題：你的時間結構是什麼？你的風險承受度有多高？你的個性傾向是什麼？這決定了你的進場條件是激進還是保守。你的交易計劃應該是關於你如何行動，而不是關於市場如何運行。一個完整的交易計劃必須包含關鍵要素：進場理由、倉位大小、止損與止盈，以及最重要的情緒處理機制。當你感到恐懼、貪婪或憤怒時，你該做什麼？是休息，是關閉電腦，還是嚴格執行禁區規則？我們必須借鑑偉大的投資家，被譽為投資界教父的班傑明·葛拉漢。他以穩健的價值投資理念聞名於世。他在經典著作《智慧型股票投資人》中提出了核心概念，那就是安全邊際。雖然這是一個關於估值的概念，但其背後的精神同樣適用於交易心態。一個成功的投資者必須首先控制好自身行为，以保護自己免受市場情緒的影響。他認為市場是一個合夥人，我們叫他市場先生，但他是一個躁鬱症患者。他不應該成為你的主人，你必須以獨立且客觀的態度面對他。葛拉漢的安全邊際是外在的防禦，而自我一致性的系統則是內在的防禦。一旦你的交易系統與你的內在達成了高度一致，執行就會變得輕鬆自然。紀律將不再是一種痛苦的掙扎，而是一種本能的反射。獲利的秘密井號3：資金管理就是情緒管理。當你的技術指標失效時，你會感到沮喪；當你錯失了一大段行情時，你會感到懊悔。這些情緒的波動正是交易失敗的元兇。然而，你可能不知道，有一種看似冰冷的工具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它可以自動為你的情緒設立防火牆，那就是資金管理。在交易的戰場上，資金管理不僅僅是計算數字，它的真正意義在於管理你的心跳，管理你的血壓。當你單筆交易的風險足夠小，小到即使虧損了，你也不會心跳加速，小到你手心不會冒汗。你的理性思維才能保持主導地位。這背後的核心原則是最小化情緒觸發點。絕大多數的交易大師都會強調同一個數字：單筆交易風險不應超過總資金的2%。這個數字是有魔力的，它的魔力不在於它能防止你破產，而在於它能防止你的心態崩潰。想象一下，如果你冒着10%的風險，一次虧損就會讓你感到心痛，你會絕望，你會迫使自己進行報復性交易來扳回一城。但如果你只冒2%的風險，即使連續虧損4-5次，你的總資金仍然是健康的，你仍能保持平靜，
繼續執行計劃。資金管理讓你把每次虧損都視為一次小型成本，而不是一次重大的個人失敗。讓我們借鑑一位傑出的期貨交易員，海龜交易法則的創造者之一理查·丹尼斯。他透過著名的海龜交易實驗證明了這一點。他的實驗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奇蹟，即使是缺乏經驗的新手，只要嚴格遵循一套機械化的系統，強調資金管理和風險控制，也能成為頂尖的交易員。他曾說過一句極具洞察力的話：我教他們交易，但最重要的是，我教他們風險管理。這句話背後的潛台詞是深刻的，風險管理才是交易系統中最穩定的部分，而技術只是用來捕捉趨勢的工具。有效的資金管理轉換了你的注意力，從我能賺多少錢轉移到我最多會虧多少錢。每次進場前，你必須先計算好最壞情況下的最大損失。如果這個數字讓你感到任何一絲不安，如果這個數字讓你猶豫，那麼這筆交易的風險就過高了，你應該放棄。請記住，如果你讓你的情緒來決定你的倉位大小，你注定失敗。嚴格的資金管理就是最有效的交易情緒管理。行動，徹底擺脫交易困境的3個步驟。聽完了前面3個秘密，你已經覺醒了。你知道問題不在於技術，而在於心態和紀律。現在是時候行動了，是將這些知識轉化為武器的時候了。這是一個3步驟的行動計劃，它要求你停止你目前正在做的無效努力。第1步，停止圣杯搜尋，專注於風險規則的完善。你必須立刻停止學習新的技術指標，不要再看新的形態了，不要再找新的交易策略了。你的知識儲備已經足夠了。從今天起，將你所有研究時間用於完善風險管理規則。具體的行動是這樣的：挑選一個你最熟悉、最簡單的交易策略，哪怕只是簡單的均線突破。承諾3個月內不更換任何技術參數。將你的精力集中在回答這個問題：在我的資金管理規則下，我如何能讓這個簡單策略的風險回報比達到最佳？只有當你不再懷疑你的技術，你才能看清你情緒的真面目。第2步，建立情緒導向的交易日誌，而非技術日誌。大多數人的交易日誌是垃圾，只記錄了進場點、出場點和 K 線圖。這只是在記錄市場的行為，而不是在記錄你自己的行為。這就是為什麼你的日誌無法幫助你進步。具體的行動要改变。你的日誌必須包含以下3個情緒導向的記錄欄位：進場前的心態是什麼？持倉時的紀律執行情況如何？以及交易結束後的心情與反思。如果獲利，有沒有感到驕傲或自滿？如果虧損，有沒有產生報復心？並為下次類似情緒出現時，制定一個應對規則，例如虧損後立刻關機1小時。第3步，像機器人一樣執行計劃，將紀律轉化為本能。成功的交易員是計劃的執行者，而不是市場的預測者。你必須刻意訓練自己，將紀律變成一種無需思考的本能反應。具體的行動是嚴格遵循你的系統。每次進場都問自己3個問題：我有計劃嗎？我嚴格遵守了資金管理規則嗎？我是否将情緒納入我的決策過程？每天結束時，檢查你的紀律執行率，而不是你的盈虧。當你的紀律執行率持續穩定在90%以上時，你的交易困境自然會消失。因為你已經消除了你最大的敌人，那個敵人就是你自己。讓我們借鑑另一位市场巨鳄、金融思想家喬治·索羅斯。他对反身性理論有重大貢獻。他的核心思想非常深奧，市場參與者的偏見會影響市場的發展，而市場的發展又會影響參與者的偏見。這正是告訴你，你的心態決定了你所看到的市場。今天我們共同揭示了交易中一個最殘酷的秘密，也最真實的秘密。真正決定你長期獲利的，
從來就不是你對市場的分析能力，而是你对自身心態和紀律的掌控能力。我們知道，你的交易困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你一直在用技術这個外在的工具，試圖去解決情緒這個內在的問題。只有當你承認市場的隨機性，建立與你個性高度一致的系統，並用資金管理來保護你的心態時，你才能從不斷的痛苦和迷茫中解放出來。讓我們以一位被譽為市場巫師的傳奇交易員來總結：馬克·米勒維尼，一位從零開始的大師，透過系統化交易和嚴格風險控制成為傳奇。他曾在他的著作《股市奇才》中強調，如果我只教你一件事，那就是管理風險。如果你能管理好風險，其他一切都會水到渠成。米勒維尼的人生經歷強力證明了這一點，心態和紀律遠比任何技術指標都更接近獲利的秘密。現在，請你把今天學到的知識立刻付諸行動。我們準備了3步驟的功課給你們練習，這是你的家庭作業。功課1：心態清零儀式。今天收盤後，將你電腦裡所有複雜的技術指標全部刪除。這聽起來很瘋狂，但如果你真的需要，只留下一個最簡單的均線。這是一個強烈的心理暗示，暗示我不再依賴外在，暗示我只相信我的紀律。功課2：自我風險界限書。寫下並簽署一份契約，關於你的單筆最大可接受虧損金額和單日最大可接受總虧損金額的契約。將這份契約貼在你的電腦螢幕旁，任何時候只要觸及紅線立即關機，沒有任何借口。功課3：交易日誌升級。在接下來的30天內，每天只記錄你的情緒狀態，只記錄紀律執行情況，暫停記錄 K 線心態，訓練自己觀察自己的內在，而不是外在的圖表。請記住，交易是一場內心的遊戲，你必須贏得這場遊戲，才能贏得市場。不要讓市場定義你，要由你來定義你的交易。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